外交部入口呢调整，原来都挂我们的友邦的国旗啦，立在那个地方哈。对。现在改了左边是友邦我们没几个友邦了，他妈12个大概。右边呢，你看中华民国、美国，至少我们阿 Q 觉得我们跟美国是站在一起的第四中就是美嘛，然后在日什么其他的没有邦交，但是可能友好的就放在这边那说这是林佳龙的战略那么另外呢，这个说为什么赖清德520的时候不讲两岸？那林佳龙说，对外事务国人普遍觉得很稳健，因为我们都很稳健的，是不需要提了大家都知道我们要干嘛了那今天有问了说你如果跟这个王毅见面要怎样林佳龙说我会先伸友谊的手那至于两岸什么关系再谈什么关系？国与国的关系，境外敌对势力的关系，一边一国的关系或是什么，反正不管，那再说，先握手表示友善那当然他们就说王毅看到林佳龙搞不好躲了，免得被你先握手握到了那另外呢，这个因为昨天美国的外交月刊吧那他们有讲说呢，美国政府应该对台独的言论加以警告不要让台湾领导人越红线就认为说台湾领导人常常越红线，故意激怒劳共。那我们的这个发言人就去投资华盛顿邮报，注意不是华盛顿时报，不是华盛顿邮报，华盛顿最好的报叫做华盛顿邮报。讲清楚，差很多，这两份报纸。纽约叫纽约时报，那这个华盛顿时报是一个极右派的报而且呢跟华盛顿邮报那个差太远了所以不是华盛顿邮报那他去投诉我早上一看以为他投诉华盛顿邮报，不说华盛顿时报。他说呢，我们抵御中国侵扰，我们不应该曲解为推进台独的底线，因为美国认为说你台独往那边推嘛，就刺激他嘛那所以呢人家才这样这个围你什么越中线了那华尔街说呢，2027甚至2026就很危险了，说呢台海战争可能爆发。华尔街说呢，中国为什么对台湾一直军演，就是把风险一直把风险拉到临界点，逼到临界点所以要很小心那另外呢，日本也这个预测，如果说真的两岸打起来了，他说中国会占领台湾，然后呢，这个太平洋舰队司令或是这个冲绳那边的美军司令会战死，航空母舰会被毁，然后呢，冲绳的美军会变炮灰。就他打你台湾的时候呢，他因为怕。因为毛泽东的策略一样是围点打援嘛，就我围了你的时候，我要把你的援助都打掉。国民党就要被打垮的了我围了一个点包围你，然后你的援军我都把你打掉歼灭所以呢，他们认为第7舰队的司令会战死第7舰队的司令，然后部队几乎失能那纽西兰的外交部长说，中国影响力越来越高，太平洋不应该沦为战场我们也希望太平洋不要战争，也希望两岸和平了那另外呢，也有这个。美国当然有不同的讲法了像昨天这个他的国防部长甚至呢他外交这个国务卿都认为说呢，应该让台湾保卫自己了。但是也有这个智库讲呢说，防卫台湾帮台湾打仗不符合美国的重大利益，打了个半天你为了什么？不符合美国的利益，我们看一下。外交部门口友邦旗帜排挂，只是另一头，美国、日本、加拿大等国何时也成了我国友邦？我们也在外交部入口处把那个国旗的摆设做了调整。当一进大门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左边是目前12个正式邦交国的国旗，右边就是理念相近的这些。民主国家听起来对于这安排部长很满意，只是说到台美关系，这美方立场是否也影响到总统讲稿？因为总统的520谈话通篇未提两岸或中国，顶多只有这一句：提出针对国安统战威胁的17项因应策略。法新社就引述美国智库学者说法，指赖清德缓和发言力道，让台湾保持低调，以避免在地缘政治不确定因素之中成为任何一方的攻击标的。更有学者分析，赖政府受到美方压力，认为外交关系比较重要的是从46.7% 增加到53%那当然都显著都多于这个两岸关系。
所以台湾现在已经是世界的台湾，我们也是从全球的角度去看待跟中国的关系。没正面回应美方施压，而私下探寻，外媒确实对总统没讲两岸有点意外。且看看提问总统台海局势的正是日本媒体。另有外媒分析，可能跟美中贸易有关，只是对外媒来说，两岸议题仍是重中之重。如果有机会跟中国的外长王毅见面，你会对他说什么？我一定是跟他要握手嘛，那就看他要不要跟我握手啊。我必须要讲哦，就是说台美之间的关系其实跟川普的这个个性哦，就也影响蛮大的。尤其是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个南非总统也被洗脸了，然后泽伦斯基也被洗脸了。那我们这样子。是不是有一点太过于片面？自己觉得说他跟我们很友好，我们是不是也陷入了一个危险？要小心说，我们这样掏心掏肺的啊，台积电也给他啦，我们也要这农产品零关税进口啊。到最后会不会是热脸贴他们的冷屁股哦？那去年哦有一部电影。是这个川普的自传，叫做《狂人法则》。那这个电影里面哦，就这个是可能是川普的支持者帮他拍的哦，就是形塑了这个川普的3个原则。第一个原则就是攻击，攻击，攻击；第二个原则就是否认，否认，否认；第3个原则就是不认输，不认输，不认输。所以川普的这个对外政策，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很随性，不按牌理出牌，但其实他有一个逻辑在，他讲究的就是交易，你拿什么跟我换？如果你有东西可以跟我换，就什么都可以谈。那有时候他一开始也讲得非常的强硬啊，姿态拉得很高，但只要对方开始愿意谈，他也愿意坐下来找空间。那像这一次的这个中美关税战来说，美方一开始也开出了这个145%的高关税，那这个声势很惊人。结果到最后坐下来谈的时候，在瑞士也达成协议，说把关税降到30%。所以这就证明说，川普的手法他虽然是非常强势，但是核心是绕着这个利益来赚的。那他的这个政策非常灵活，不会被某种价值观绑死。只要是这个形势改变啊，利益不同啊，他的立场也可以马上调整。那这个灵活性其实对于台湾来说也是一种风险，那可能也是一种空间。那所以台湾到底要怎么样在美国、中国之间这个关系来斡旋哦，真的是很考验领导人的智慧。那我也自己哦觉得说，我们的赖清德总统哦，这一次的这个讲稿的确是非常的温和许多，然后也谈这个维持现状啊，强调这个和平稳定这一些，我想哦，这个压力可能。会不会有来自国外，或者甚至有没有来自国内？大家一直看这些报道，这些其他国家呼吁说太平洋不应该战争，其实我想也引起了非常多民众的这种对于危机意识的提高哦，是不是也对于总统造成一些压力？那也甚至怀疑说，是不是美国也有给他一些暗示，或者是有私底下给他一些建议说，不要再去这个。push， 然后或者是不要再继续强调一些比较激进的言论。有可能，我认为美国压力是有的了。来，世轩，这个我是不知道在座各位对于林佳龙刚刚讲他的战略有没有理解？就是摆个棋子，知道他的战略是什么？先握手，先握手，我是看不懂他的这个棋子战略。问题是可能根本碰不到啊。对啊，握手，其实刚刚我脑海中浮现一个画面。大家记不记得过去其实王毅有一个很经典的画面，就是他跟刚刚我们讲到的以色列总统那个内塔雅胡，他有一个握手的桥段，两个人站在旁边，你不握我不握，他不伸手他也不伸手，两个就在等谁要先出这个手。当然这个是两个国家之间，你要说这个阿丘巴比腕力，到最后是内塔雅胡受不了了，太尴尬了，他先伸出了手，王毅才很这个有气度的跟他握手。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面对中国的态度，民进党一直以来都是一种。处在一种不管是抵抗或者是强硬，甚至到很多人认为是挑衅的这种态度。今天如果你有机会见到王毅，你更不是应该挺直腰杆，看看王毅要不要先伸出他的手，我再跟他伸手啊？怎么会是说我要先伸出你的手呢？所以我觉得这个民进党对于这个中国这个态度是让我觉得匪夷所思。那我刚刚伸手是事出有善吗？你前面可是民进党在台湾不是一直在讲吗？这个对于中国的态度，我们是要对等啊，怎么样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大家回去看那个王毅的这个画面，我觉得那个是非常非常经典哦。这个林佳龙既然讲出这样的话，你们去看那个画面，就会知道我要表达的。至于刚刚川普，其实刚刚发言人讲，对于川普的不管是见解或了解，或者是这个
理解，我都觉得其实非常的合理。也就是川普看到从关税一路到今天，很多时候他是先礼后兵，以战逼和。可是，在这样的状态底下，你要拿到一个好的结果，有一个前提，就是他第一关他以战的时候，你要能够挺住，才有后面的和，你拿到好的丢。但是我们台湾现在面对美国这样的压力的时候，是不是如此？我觉得这个大家是可以去思考的。那至于川普，其实我觉得他上任尤其第二任2.0之后，很多事情已经推翻大家对于政治的想象跟理解。包含我们刚刚提到送飞机，他举了一个例子，就打高尔夫球。等你上了国领以后，很多时候我觉得这个距离你一杆是推得进的。很多时候打球的好友就说 OK 了，那这个就算你一杆，就算你进洞了。川普讲啊，人家给你这样子的这个 offer 的时候，你要虚心的说 Thank you， 然后把球拿起来就下一洞了。不要铁齿说不行，我要用我的推杆把它推进去，因为往往你会吐水会多了一杆。所以在他的逻辑世界里面是，人家给你就说 Thank you 就好。这个已经超乎我们大家的想象了。所以我觉得面对美国不管关税政策也好，这些在国际上面，他利用国际的局势，他很擅长用这样子去影响他在内政他的支持度。包含对于南非也是一样啊。现在已经变鸿门宴了，谁敢进白宫？进白宫之前，你没有做好万全的刹推，你敢进去吗？会发生什么事？没有人知道。所以要先了解川普的个性，知道他的操作手法，我们才会有好的因应对策，才不会从中受重伤啊。我在想说，大家各国刚才都送他飞机好，他之后可以拍卖飞机，很多拍卖。休息一下回来。好，三峡的这个交通啊，那个翁姓的驾驶人啊，闯红绿灯，然后呢造成3死12伤哈。路权团体号召这个礼拜天要号召他们呢，大家呢游行去包围交通部。他们提出3个诉求了，第一个驾驶人要全面回训哈，第二个改革高龄的换照制度，第三个呢交通工程也要改善啊。那另外呢，所谓驾驶回训啊，就是呢，要驾驶再回来，我想应该是违规啦，或是有不可能全面嘛，你几百万人怎么全面回训呢？但是呢，需要回训的，哦，他们说等了30年都没有建制啊，所以民间团体就对政府生气，说你是傲慢怠惰哈。那另外呢，说现在的驾驶训练跟回训制度呢，都沦为形式。一切都是结构性的失能的结果啊！驾驶也是啊，什么转几圈啊，看到什么转几圈啊等等啊，真的拿到驾驶啊，到路上是不敢开的啊。那有些还比较担心的，这个驾驶人就付了钱给教练，请他带他去路跑了，就已经考上驾照了，还到路上去路驶这样啊，还要另外再付钱，否则到了马路不知道怎么办哈，因为在教练场考的嘛，完全不同啊。好，那么那到底能不能有项改善的？在美国的话，很多地方是路考。哦，我觉得第一次我考就是说，其实我都开得很熟了，但是呢，教练突然说：“哎，你过了那路口了。”我咔刹车。那你有没有回头看？不及格，下次再来。哇，你就永远记得说哦，刹车也要看，甚至要看后视镜，后面有没有车跟你后面啊。那另外呢，北港说呢，已经启动了这个保护专案啊。帮学校帮导护的这个松口气，因为现在都要靠导护嘛，那导护现在很多老师也不愿意做因为说曾经有案例啊，老师当导护，结果发生问题的，就老师说是什么这个职务说职务过失所以很多老师也不愿意。那现在都家长那家长一般也上下班呢，哪有那么多时间呢所以就变成很多可能退休的年纪比较大的。那压力也很大，所以现在呢，说因为让学校导护能够松口气，警方出动但是只有北港，也事实上不可能全面的警方北港那边出动那另外呢，交通部长是说呢，因为老年人口增加，所以要把换照年，你现在是75岁以上要检查眼睛啊，会不会深蹲啊，画个时钟啦看看7:50在哪里啊，8:20在哪里啊然后呢。这个给你10个图啊，过2分钟你就记得几个等等那现在70岁以上的有182万人，也不少了。10年以后，70岁以上就有270万人，高龄驾驶占非常多了。270万就是台湾的起码是1/3了但是呢，很多人不高兴了，反弹，说什么意思啊？
哦，我们这个70岁就要换照，万一不行没有换照，我们在乡下偏远地区我们怎么办呢？哦，而且你汽车要改，摩托车要不要改啊？哦，类似牵扯的问题都蛮大的嘛。那所以交通部赶快澄清，我们没有禁止年长者开车啊。哦，只是说你身体好就好了哦，身体不要不好了。那年长者也会讲啊，那年轻人身体就一定好啊，年轻人就一定精神都健全了，没有那个路怒症啊哈，反正就扯过来扯过去啊。那事实上现在考照制度就有问题，我一直认为我们的台湾考照制度是有问题的啊。那另外呢，这个他们又有专家说年龄限制是歧视，所以应该呢要记点回训，就是说呢你不管什么年纪。你如果说违规太多被记点了，哦，你要去回训，哦，而且记点超过一定的点，哦，就取消你执照，哦，是让你禁开3年啊。那另外呢，当时说这个翁姓的这个驾驶人是有路怒症，就是上了路就生气，说他平常脾气很好的，就是财务人员啊，大同当时很大的公司啊，又干了财务长啊，又派驻什么日本啊、泰国去当代表啊，又当大同的监察人啊，平常都非常客气啊。不太讲话，怎么拿了方向盘就变了一个人了？哦，就会开始发怒啊！哦，人家这个追他的车，他就生气啊；逼他喇叭，他就生气啊；前面挡到他也生气啊！哦，就去查他的行车记录器，说还好他没有发脾气啊，并没有在里面骂说你这可恶，我要撞死你没有啊？还传出阵阵音乐声啊，说在听音乐啊。那他太太说他路线改变了，平常不这样走的，说因为他去买荤泥啊，要吃粉圆啊，哦，所以绕了路了。到底怎么回事？哦，现在搞不清楚啊！而且又说他已经醒了，因为撞的时候他也昏迷了。那亚东医院跟新北的检察官都驳斥不是事实，所以还没醒，还在这个昏迷当中。哦，另外呢，国民党也说网军吃人血馒头，为什么？就是说呢，因为这个翁姓驾驶人呢拿了模范父亲，他为什么拿模范父亲呢？一定跟侯友宜关系很好，否则为什么给他模范父亲呢？所以他一直是侯友宜的庄脚。所以呢，传出好多了。开始呢说是侯友宜的庄脚，后来说这个老草是民众党的支持者。我是开始什么老草哦，民众党年轻人叫小草，老的叫老草哦。然后呢，后来现在又说他跟绿军很好，因为民进党的委员的助理他帮他开脱哦，说他平常人好啊，只是心脏有病啊，哦还当选模范父亲啊，哦所以呢又说呢原来是跟绿军很好，绿友哦，好吧。反正呢，媒体就讲说已经夺了3个命，还有很多还躺在加护病房重伤，还有一群网军跟名嘴呢在上演宫廷剧哈。我们看一下，交通3-1马上建立。到行政院前递交通改革请愿信，在这之前，路权团体先默哀致意，默哀30秒，谢谢。不舍三峡车祸3位无辜生命，民团在地上排出大大的道字，表达诉求的还不止一个团体。高龄只需理解，驾照回训放水，驾照回训放水。另一个民团到立法院号召群众周末早上走上街，从立法院出发，包围交通部。到底为什么3宝那么多？就是因为我们的考照制度有非常大的问题。在星期日早上10点的时候，跟我们一起在立法院集合，我们一起游行走路去交通部。三峡车祸让交通部打算下修高龄驾驶换照制度，从75岁修改到70岁，并增加实地演练。但民团倡议台湾驾驶要全面建立回训制度，不是说要禁止高龄者上路，我们应该真正要做是要做驾照的全面的驾驶的训练。目前驾驶回训制度并非各国都有，日本和芬兰及瑞士采强制性，美国部分州和加拿大则采鼓励制。朝野一致共识，要落实交通改革，避免道安悲剧再次重演。一珍，你的选区是这件事情发生在我选区所以礼拜1的第一时间呢，其实我就赶到了3间医院。那侯友宜市长呢，也是跑了3间医院，然后也有到北大国小的现场，然后马上呢也回到了市府去召集各个局处去开会。然后后来因为赖清德总统要到这个土城医院去探视，所以也陪了总统去探视。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其实市府在第一时间其实就全力的总动员。那这当然是非常非常
常巨大的一个悲剧。到现在，其实三峡人，然后包含很多的爸爸妈妈，整个心情都还没有平复。我们可以看到这几天很多可能原本是让小朋友自己去上学的，坐公车、坐捷运，但是可能小朋友会怕，或是爸爸妈妈会担心。其实这几天很多的爸爸妈妈都亲自带小朋友上学，接小朋友放学。但是呢，你在看到这么多的悲剧，大家一起要来协助这些受伤的，然后死亡的，然后还有很多的现场的一些导护、师生、志工，大家要来想办法协助这件事情，然后想要让交通环境更好的时候，网络上却出现了非常非常多的谣言，包括了有人说侯友宜市长去亚东医院是去探视肇事的驾驶，但这完完全全就是一个谣言，然后也包含了他说，跟这个肇事驾驶很熟，背景很硬，是什么国民党的大庄脚，这完完全全就是不当的连结，而且会造成家属还有学校的2度伤害。那所以你可以看到呢，这个肇事的驾驶，大家也翻出他很多以往的记录，包含他在5年前他就有在人行道上撞上一位推着婴儿车的妈妈，后来和解。2022年也有多次的违停记录，所以我们很多的三峡人、土城人就在说，如果这个执政党呢，他没有去修法限缩检举，没有限缩这个扣点记录，依照这个肇事驾驶他多次的违停、多次的违规，他有没有可能他的驾照他已经就被取消，他已经就被禁止开车上路？所以今天我们讨论很多包含像高龄驾驶这些议题，或者说你要回训等等。说，其实回过来讲，其实高龄不是真正的问题问题点，因为你去看整个北大国小附近，包含那时候是下课时间，它是行人的专用时巷，斑马线也是所谓的那个绿底的这个穿越线，所以很多的保护措施，包含现在我们在讨论很多可能可以进一步的，可能像实体的人行道等等的，或是行人优先区，但是危险才是真正的问题。所以如果你要回到这个制度本身，要防止这些危险的驾驶，然后去做这些很危险的动作，我觉得这个才是问题的根源。好吧，我们看一下这网络啊、操作啊，新北市怎么回应？我们看一下。默哀1分钟。市政会议上为罹难学童默哀1分钟。三峡车祸之后，新北市长侯友宜心情很沉重。这是一个令人心碎。更重要的。讲到对受害家庭的冲击，侯友宜一度快说不下去，要求各局处全力协助家属后续。有很多现在还在这个生死边缘的孩子们，新北市已经成立所有专案小组，除了就调查事件，那在整个协业教育局已经启动。从各层面着手应变，不过在这风口浪尖，却有报道指出侯友宜前往探视肇事老翁，更有网友说到，肇事老翁跟侯友宜关系很好，就是侯友宜的大庄脚。侯友宜市长这3天10次前往3家医院，都是探视受害者以及家属。有一些错误的报道以及网络传言，无中生有就是造谣，恶意连结就是抹黑。我们已经把相关的证据交给警方调查，如果不更正就提告。对网络造谣是否不排除提告？毕竟政治攻防持续发烧，像是车祸后第一时间，民进党立委吴其明的主任林姿佑受访替老翁讲话，强调他是心脏不好，遭到网络围剿。随后在罢免吴其明的社群中，网友讨论热度升高，反过来质疑是否为立委庄脚，是网友认为在护航，这不方便。吴其明的主任林姿佑也发文致歉，并强调自己没有变成肇事者的意图，盼还给受害者公道。但争议发言连带让吴其明的罢免连数比先前更踊跃。政治攻防无所不在，但过犹不及，就是伤敌1000，自损800。来，世轩，其实发生这样子重大的事件我觉得大家还是要回归最客观的事实面去做讨论。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在网络上也好，或者是在很多舆论上，很多不必要的这种丢包，一下说这个是跟谁很好，一下这个是中央政府还是这个地方政府，其实大家都是只在把锅甩在对方身上。那对于家属来讲，或者是广大的家长来讲，他们要的是什么？我管你什么党的，我只要你把交通做好，学校学生的安全做好，这是我们要的。我管你是你们吵来吵去，其实对于民众来讲是非常厌烦的。这件事情其实我仔细去看了一下这个路口，在新北市
我们台北市过去那个什么绿色人行道啦，这等等，相对是已经比较成熟。新北市这几年很多议员在这个大力的推动这个路口，它其实是有做了。比方说，刚刚怡珍讲到了这个绿色这个标线型的这种行穿线，或者是行人穿越石像，这个都是很后来才做的。当天发生事情的下午，我正在我们新庄做一个我们中信国小外面的这个专用石像，结果发生这个事情。我一看到的时候想说，这个路口已经专用石像了，怎么还会有这种事情发生？所谓专用石像，就是完全只有行人可以通行。过去就是很多交织的状况发生，才会有这样的车祸。这个状况已经变成是全部的车辆已经停止了，只有学生过，他还是撞过去了。所以我觉得要去检讨的是 ，OK， 在地方道路设计上面，我们可不可以做得更好？好，还要更好。在中央的法规上面，不管是刚刚讲的这个换照的制度上面，是不是可以更加的严格等等？我觉得客观理性去讨论，避免这样子悲剧再发生，这才是民众真的想要看到的。续下再回来。